个牙医，那职业牙医他是在天母的市东路有诊所的他是老板所以我虽然跟他认识10几年，但是第一次动用到人际关系，然后请他过来讲跟各位牙齿相关的，因为我看很多爱美的学生啊、女同学啊，就去整牙啦，或者是对美白啊，类似这样。那我想说，刚好这个胡医师是牙科的专业，所以我请他今天来跟各位谈一谈。我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但是一定是跟牙齿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胡医师。麦克风吗？对啊，对了，我忘了介绍，还有胡医师的太太跟他的公子今天都陪他一起来。他的公子也是一位牙医师所以那你也可以认识了。我没有说什么。现在你们看医生都喜欢帅哥嘛，对不对？转个身材，他刚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这个年纪已经吸引不到20几岁的人来看。可以啊，都是年轻人。可以好，谢谢我们那个我们所长我们教授那个的那个介绍采取。那非常荣幸我们能够来到这边，被邀请来到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个算是专业，但是也不希望讲得太专业的一个课程那说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跟李教授是在天母那边怎么认识的，你知道吗？是打球认识的，网球认识的，我们10几年的球友了。那大家都知道他是音乐系的教授，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我都很低调的那大家只知道我是牙医。其实某一天他可能知道我怎么去北医去帮学生上课他可能知道我你也是在教我就告诉他我有在教这北医的学生上课那就讲个课程那就我说音乐系我怎么讲我不会讲音乐然后他说叫我讲牙科那但是如果讲得太，因为毕竟你们他说是研究所那我说如果研究所跟他讲一个民众的什么口腔卫教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什么牙齿什么回事可能网络上面就知道，然后太专业又怕讲得太你们对你来讲太过枯燥，或者觉得这个对你来讲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也推敲了很久了题目很多推敲了很久，那终于就想到这个用这个题目应该还不错因为牙科怎么样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或者是你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认识牙科对你们来讲可能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更深的一个层次的那个认识跟别的一般的民众应该更深层一个层次应该是对大家或者是对家人对朋友都是很有好处那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当初就是在这几个领域里面是开始的30年差不多快30年前这个基体学会，这个是台北市基体学会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有关植体的学会，30年前30年前大家就不认识植牙了可能大家对植牙可能没有牙科没有挂人工植牙的很少，非常医院里面没有。那我们是那个时候成立一个读书会，然后我们就把外国的书籍，外国其实也有10几年的历史，那我们就把外国书唯一的1-2本书呢，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大家全部一起练研究那大家互相学习，然后后来就成立一个学会了所以是
台湾第一个职涯学会，再来就是中华民国很久，就是全国性的了，变成全国性的，就是说差不多10年后啊，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好当那个台北市牙科集体学会的理事长、会长，然后那我们那边也搞了很多年了哈，那慢慢雨后春啊，这样一直就现在已经20几个、30几个职涯学会啊，那不管是怎么样，这个是集体学会是最老字号的哈。那我是第10任的理事长啊，那再来就是北医啊，北医是因为我在职涯方面，事实上那个时候是没有研究所了，没有人读硕士或博士啊，都是从外国学回来的知识嘛哈。那我那个时候是在那段时间是学了蛮多的，常出国进修啊、交流啊等等啊，然后发表了非常多文章啊，在基础上。台湾很多职涯教科书什么都看到我文章啊，那北医就请我就当那个那个时候刚开始是一些简单的一些给学生的一些选修课，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必选修了，今天的必选修，然后后来就当那个我们那个职涯硕士学分班的那个课程的设计啊主任啊这个，那就慢慢就还有就是后面就是国外的东西啦，就是出国交流啊，毕斯本大学啊，纽约大学、波士顿大学啊这样，大家给我一个临床的助理教授。那这是NYU 是大概也应该也听过了 ，NYU 就是以前我们总统的女儿也去练过了哈，就是去纽约练这个就是这个课程啊。这是我的第一次，我是在我那个肢体学会理事长的时候，任内办的第一次去纽约哈，纽约去带医生去交流啊，去学习啦，说起来去学习啦哈，那这样子，啊，这是我小小的一个经历哈。那当啊，那当然我首先我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啦，就是啊，大家有去看过牙科的，就是去看牙，有没有举手一下？哇，真的，不错啊，你们对口腔卫生健康真是很了解年轻人哈啊，对，啊，不错。那有听过民众演讲课程的，就是民众教育演讲课程，有举手一下吗？这就请，我经历过牙科，但是没有听演讲，就是只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别人发生什么回事嘛哈，这样意思嘛哈，好，那现在课程在因为你研究所哈，我刚刚讲说，这是稍微领域大概会讲领域大一点点哈，让你增加多一点的牙科有各方面的东西了哈，然后再来就是深一层层而已啊，就好像说你们音乐嘛哈，就是你们音乐但是什么五线谱哈，对不对啊？音符嘛就是最基本嘛，就是好像我们只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牙齿嘛哈，牙周嘛这样，但是你中间怎么弹奏怎么样我就不管了，我不会嘛。你们是会，我们不会哈。相反，我们怎么样治疗？那你们也不需要去深入去探究啊，这个是也是非常麻烦要探究的。但是你最后知道，会有什么的那个什么情况下有什么结果，可能也没有希望知道一下哈。那就好像说我们虽然不会音乐，但是我们很喜欢听音乐各式各类的听音乐所以它就是欣赏的一个态度，放松心情不会。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可能好多对牙科好像很深的就是我为了这个课程就是动了非常多脑子怎么样让你们那种对可能对牙科那些 terms 那些专有名称不太想看的，可能是。有点讨厌的东西，然后呢，变成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会用很多标示让你们看就知道 focus 在哪里。因为一个大图里面的话找一个，因为牙科东西真的很细微我们常常讲说，常常讲的是0.1个 millimeter 的东西在牙科里面操作所以都要把它放大起来，就是让你去了解好，那我是当然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今天讲的东西啊，当然是不是全部的哈，我的个人不会每一样东西都懂哈，但是我会讲一些一般的，还有一些深入一点点的，还有我的我所知道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讲的东西，所有的临床的东西都是我的 cases 啊，都是不是从网络上面你可以P 图啊那个东西哈，现在很多了我都不需要啊，因为我很喜欢摄影，我临床上面很喜欢拍那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是阿里山的益处，我从这边开始。那所以我是刚开始是对专业比较用心的投入了，我想说因为我们国内对牙科摄影事实上，因为我们常看一些演讲就拍的很不清楚了我也不太满意，所以我自己去研究这国内国外的一些方法拍摄技巧等等东西，我就自己研究出来以后呢，我就开始教我。那研究出来就当然是要知道什么叫牙科摄影，什么叫摄影然后再来牙科摄影，然后自己我就弄了一套牙科摄影三部曲给那个一般的医生来去学那顺便也是喜欢摄影的不是喜欢摄影再去牙科摄影，就反过来的所以其实东西都是相辅相成。它好像说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兴趣会帮助你的专业，你的专业会帮助你的兴趣，那是一样的所以李教授想到说，我是非常同意说你要认识各方面的东西那你各方面的东西，你某一个东西可能接触到，就是对于你的某一个你自己的专业会有非常大的用处就是我们也是过来人，我们就是非常非常赞同那种，是不只是一个兴趣、两个兴趣、3个兴趣都没有关系终于有一个你会得到很多看到那个很漂亮的牙齿，当然是想得很开心很悦目那事实上如果你看到这个一看就像个女生的嘛，对不对美美的牙齿，那当然就想说我又拥有这个牙齿就好。那你想想看，这个女生能够来这边拍，当然是来看牙的，不会无缘无故来的你不要以为她就是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就是我们只求什么更美好更美好不可能完美那更美好，你看那个看起来就是都好好的，你事实上你再仔细看一下，它其实也有套子，有没有其实仔细看这边是有蛀牙的就是有蛀牙，这个太有点说的有点小，可能下会变大一点所以它不是天生完美我们天生不错不错但是对来讲，它不是所谓的100% 都是没有蛀牙，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那个我不完美那没有人没有完美就是越来越好就好了那就好像音乐你们是五线谱音符嘛我们的五线谱音符就是我们的牙齿跟牙周骨头就是从这边最基本的东西大概知道这个是牙齿什么叫起码人家说你这是牙齿本身的问题而是牙齿周围的问题最简单的观念就是这样牙齿周围的问题是什么？牙齿周围就是牙肉骨头等等的东西嘛但是解剖一些构造我们就不要去探究它最基本的东西大概是了解植牙也是一样OK， 那我们又来问一个问题了，就是说，牙痛才要看牙科吗？你们是不是牙痛才去看牙科的？还是说你们是不是要定期检查口腔牙齿？那大家可能心中很多，我看你90%就有看过牙科，是不是都在牙痛才去看？举手，牙痛看牙科的再举手。你们是刚刚看到很多人举手是你们牙痛去看，还是说你们是去洗牙去看？洗牙。是啊。李教授，你的研究生真的水准非常高。是我的研究生太厉害了，是没有错你们学音乐的真的
这个数值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我有去跟那个牙齿工会上那个牙医助理啊，他们举手都是一半而已，他们是属于牙医助理哦，都没有您素质那么高，真的不错，大家只是研究所啊，当然是素质更高哈。那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就是不要去真的牙痛才去看牙科，要去检查。那当然是我们有一些民众了哈，可能有非常多的民众，他们真的以为是牙痛才要去看牙科，或者是牙齿酸痛那样，甚至说牙痛好像是感冒一样，吃药就好了，或者是那个电视广告一大堆了，牙酸痛舒酸定什么都好，那有些人听信了就是说我是先弄个舒酸定看看，如果不酸了就 OK 了那就是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观念那我下面有几个数据就是告诉大家，台湾成年人蛀牙率牙周病的盛行率，还有这个我们的口腔癌的率大概是多少？但是90%是蛀牙率，8成接近90%是蛀牙率，9成里面有几乎每个人有2颗蛀牙那牙周病呢，8成都有8成有牙周病几乎8成那至于口腔癌各种口腔癌不只是吃槟榔等等东西那都有3%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牙周病，尤其是牙周病，得了牙周病的人有甚至说有些报告已经证实牙周病的细菌会跑到脑袋造成 Parkinson disease 就是老人痴呆或者是跑到心脏造成心脏的心包膜炎，或者甚至说跑到肠道造成那个肠胃道的问题也有一些报告说有得牙周病的病人工作效率比没有得牙周病的人低所以这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我们的身心灵的部分所以呢大概知道说不要，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每个人都会有像大大小小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去看牙。那什么时候该看牙应该是好像你们说的我们健保半年洗牙一次多好，对不对？免费嘛，到了后看一看没事就好啦大吉大利有事赶快解决OK 这样子好了，我们看这个patient进来你看他说非常好就是洗牙，像你们研究所学生一样洗牙没什么问题只是看到真正蛀牙好像这些都是黑的，不是蛀牙有些结实的是OK 我们指出来。那我刚刚讲说我都用箭头的因为你们都看着0.0很辛苦我们看习惯了这里蛀牙OK 那我们你看鼓起来太快了你们要求很高教授你们学生的要求会很高一点点都不能失误OK 那这点点小蛀牙你看到那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好处，就是说第一你的蛀牙已经清干净了，不会再有细菌在那个洞里面就不会继续破坏你的牙齿，不会牙齿越蛀越大那你那么小的地方，我们现在都可以用非常小的微创的方式帮你把蛀牙拿掉，不会磨掉很多，就是那么多，那你的牙齿结构就保存得非常好对不对是不是很好OK 那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病人非常合作非常乖巧的病人才能做到这样子好不好好那但是很多人他们就是有点懒惰或者是有点紧张或者是有点太忙什么情况造成他这样子的，就是他来的时候是说医生我这边门牙不好看，我会帮你处理一下这样才结果一看这样子的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那一看这个病人你就知道他的
他是怎么的习惯呢？就是牙齿不到最后阶段就不会去看牙的人啊。你看他现有的牙齿不是一定是套起来的啊，几乎套起来。那没有套起来的牙齿都是蛀的啊，蛀了有些不管的，有些是超过神经也没有套起来的，有没有看到？还有更严重就是说，他有缺牙怎么办嘛？他非常严重的拔掉了啊，所以他这种病人大部分都是不到最后关头他不会来看牙的啊。那当然他来的时候，当然是讲说，你好像这些牙齿都是最后的时候才处理，但是你这些牙齿都是就套牙，不是套牙就是植牙了。那所以我看到他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经济能力也不是非常好，所以他才会留了几颗牙齿没有套嘛。要么如果经济好的话，他就绝对是几颗都套起来。所以你看他，因为他观念的问题啊，造成他花更多的钱、更多的时间啊，结果没有得到更好的治疗，对不对？如果他早点治疗啊，像刚刚他赶快就补起来，就不用套牙，不用抽神经了，也不用套牙，也不用拔牙，对不对？然后所花的成本、时间不是更好吗？可以省掉很多钱可以去度假旅游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观念所以回过头来那我们当然想说这个是错的了牙痛才要看牙科，是错的，因为它不是伤风感冒它不会自己好，它只会越来越严重从牙齿就从小的时候开始处理，就最简单了那就是蛀牙的问题刚刚都是说明蛀牙的问题那所以当我们看牙的时候呢，医生对通常都是你们看完一个牙齿以后，他会帮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别的问题因为会跟你讲那边有别的问题刚才这边要补这边要做什么治疗那通常你应该去接受他把所有的治疗完成，因为他已经告诉你那个炸弹在哪里了，定时炸弹放在哪里了不管是大的定时炸弹、小的定时炸弹迟早会爆的你不去处理的话，你等它引爆的时候，就可能刚刚第二个病人这样子，这很不得了所以应该是做好治疗计划。我们讲治疗计划就是说，哪一个地方要补哪个是已经到神经要根管治疗根管治疗医生为什么我要把神经好好抽掉呢？不要，那我就继续烂继续烂，那个牙齿就继续烂然后烂到最后牙齿崩掉了要拔牙更糟糕。所以根管治疗只是在在保护这个牙齿之前，先把里面的脏东西清干净要观念那洗牙甚至要是补口烂的牙根，为什么烂的牙根我要留起来，我要做纪念品但是烂的牙根里面都是细菌就是让你整个口腔都是细菌对不对人是高了10倍的细菌在你口腔里面，你其他牙齿容易有牙周病所以烂的牙齿不要留拔掉你要不要做另外一回事不要留。如果真的没办法留，就赶快拿掉了不管是牙周的或者是蛀牙造成的植牙假牙都是有钱的时候做的OK 那这个是在清水休息站那边的路桥那边拍的晚上拍的那我刚刚就需要一个部分，不好意思会不会讲得很快清楚吗这是咸菜而已对，我应该是刚刚都没有讲到这个章就是我今天跟课里面大家会讲一些牙科的基本认知不是知识我会讲观念，不会讲太多的那个什么牙科的什么那个基础，那个不是你需要刚刚的认知已经知道了认知战了最重要是认知战了，对不对
啊，你没有认知的话，其他都是假的认知就是我们的 concept 我们的概念来讲一下美容的部分那李教授希望说我们讲一些牙科美容的部分有几个 cases 告诉大家咬合重建就是咬合重建是我们一个整体的，我们牙齿不是一个单一的，我们牙齿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常用整体考虑怎么样告诉大家？那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封闭 CT， 我们今天讲牙科3D 3D 是现在最尖端的牙科最尖端的科技了当然是设备上非常高，但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再来是我比较专长的人工植牙部分最后的提问部分我们应该很快的，好 ，OK。好，然后呢，现在就讲到这个牙科的 general dental treatment 就是一般的，我们讲是一般的，就是说我们一般牙科里面整天都会遇到，几乎整天都遇到，整天都是做，就是补牙做假牙根管治疗做假牙，或者是牙齿不行的拔掉做牙桥等等的洗牙等等还有一些口腔的其他的简单的处理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那你们去牙科，我们讲说，你要检查一下，可能有一个牙齿问题，有一点很多，可能很多牙齿都蛀不一定这都是牙齿都有蛀有没有看到？蛀，这个以前补过旧的银粉，你看这都有蛀那补完以后呢，就会干干净净那这个不是干净不是漂亮就好了它是里面清干净了清干净了。那它会不会以后医生病人问，会不会以后再蛀牙？会，我跟你讲，有牙齿都会蛀牙除非牙齿不见了补牙东西不会蛀，但是你本身还有很多牙齿所以还是会蛀牙。但是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完整治疗以后，你再去每半年洗牙，每个人 check up 那东西都是小问题的不会有大问题不只是美观问题这个是好。那当然是更大的蛀牙更大的蛀牙。那这个是以前旧的银粉把它重新里面清它很多旧的银粉旧银粉通常现在很少人补银粉所以旧银粉就可能是10几20年了所以这样银粉下面有时候有些以前的医生的观念没有很清楚，没有挖干净就是以为很保守很保守不要挖太多结果里面都是蛀牙在里面，那里面越蛀越黑但还是把它清掉，重新补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 case 这个 case 是这样，他来的时候牙齿痛然后呢那不知道来的，因为这边也有一个蛀牙这边也有一个补的银粉，那我们敲结果是这个牙齿痛 ，OK， 那这个牙齿一看真的蛀到神经了，看蛀到中间这个是表面上面看起来没有蛀其实在中间已经掏空了一点点蛀牙会掏空整个牙齿不要说有一点小洞，咚一下好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它是蛀牙是扩大了有深度扩大，一个小洞可能一直伸到5mm就可以了所以不要小看一个小洞那它蛀到神经了，那怎么办呢？抽神经那怎么办？它太晚做了，太晚来检查了，对不对？是不是太晚了？这个已经到末期了嘛，要根管治疗了好，那做完这个，那我说你这个银粉，看起来黑黑蒙蒙的，我看你这个下面旧银粉，我都很担心他们那个旧银粉下面会有蛀。我说你应该要重新补它们，这个一挖，里面都黑的蛀牙。现在不是银粉拿掉了，里面都是蛀牙。不要以为补完牙就没问题所以有些旧的牙科操作有时观念上面或者什么东西没有好的话，就是没有彻底清干净那就造成以后10几年后就再从那因为滋生的细菌。那还好，你看挖到里面剩下挖得很辛苦那全部就是那里面当然是要做很多
治疗了哈，补起来。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拆掉一个定时炸弹，这个定时炸弹炸起来就像这个叫抽神经所以我们讲这个完整的牙科治疗，就是你把所有的不管你当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你还有别的问题，把它全部清除掉那你就等于拆炸弹了这个观念我就给它标示给你看最后补好这个是威尼斯养一上神嘛对不对哇这个大概你们都不会发生了希望你们都不会发生那都是通常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才会搞成这样子像我们这年纪你不要以为你们不会发生，是你们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40、50岁的人非常多，几乎40、50岁我说50%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多多少少这个是多的多到什么情况呢？他把这个牙齿都刷快要断掉了这个是横的刷牙造成的。那我不知道有个广告为什么他告诉你说，现在医生都教牙医师都告诉大家要横的刷牙。我说有个广告是这样子说了，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教病人是直的刷牙，为什么他教人家没刷牙？直的刷牙，因为我们牙齿的缝是直的你说横的刷，你刷什么东西？你的刷牙是刷断的还有时候很多人就说推荐用电动牙刷，我说电动牙刷都不要用，电动牙刷是给 handicap 用的 ，handicap 是谁身障的人用的，他没办法刷牙，因为你本身我们有力量嘛，你再加上那个电动牙刷，那就是双倍力量那你这个牙齿的结构就被你双倍的快速的磨耗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电动牙刷我建议大家细心刷这样子如果你真的 handicap 你就用吗？还有很多用电动牙刷没办法刷到每一个地方，因为电动牙刷通常是头比较大一点没办法仔细刷到每一个地方所以那这个病人怎么来的？因为这个牙齿痛，那我就说哇，你这个牙齿快要断了啦那我说你其他牙齿都像他都是这样子了哇，你这个真麻烦这个人是原来他是一个药商，他是一个药商，他非常忙碌他现在当那个我们那个医学大学某一个医学大学的那个总会的会长哇塞，我说你真的很忙我看你很忙，真的很忙但是他牙齿没办法照顾好原来是这样子的，整口都是这样子整口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我有帮他照了一个3D 了，我每一颗都帮他检查，然后看到有些说我说有些可以补，有些真的不能补，你赶快套起来那补的情况下就是这种这个是另外一个病人的补好就这样。那补牙当然是可以把这个地方补起来，不会再继续刷上去但是它是没有太多保护作用的那大家小心点，不要直动不要继续这样刷这是另外一个病人要补好可以刷成这样子，真的天真的天刚刚是外力造成的，我们讲磨好外力造成，就是磨好就是自己用牙刷的或者怎么样子甚至有的人喜欢砍用什么来处理自己牙齿那这个是刚刚是磨损，这个是磨耗。磨耗呢，就是说牙齿跟牙齿之间自己互相摩擦造成有很多地方就像你看那样哇，好可爱一个圈圈的，不是可爱珐琅质就不见了珐琅质是白色的不见了那是变成里面那层神经已经快就暴露出来牙齿变短，还是很不好看对不对就是不好看，觉得神经快到，有些是差不多磨到神经就要抽神经这是磨耗，就是自己
牙齿互相摩擦造成。那这个就是那个后牙后牙磨耗掉，要崩裂，磨耗掉，你的珐琅质磨耗掉，你这个珐琅质，你不见了，那你不见了，崩裂，开始崩裂，那牙齿会感觉什么？就酸，会咬东西就酸嘛，那进一步如果是它这个磨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个裂痕，这个裂痕这个裂痕呢，这个裂痕，原来这个裂痕，就是它已经裂到上面去了，这牙齿已经裂了，但是它没有裂开，还可以救，如果它裂开就没得救了，所以赶快，有症状把神经抽，那可能要装个套起来，那还可以救。如果它裂开两半呢，就是什么拔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情况要去治疗。那我们仔细看我们有一些箭头应该有。我们放大一点点你看这个是在3D 里面拍到的，等一下会告诉大家怎么叫3D。这个是 CT 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它是横切的，这样是断层的牙的，你看这个就是裂，有没有看到裂痕这个裂那指出来的，我会用很多箭头来看裂。那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它的这边。你们看到黑黑的，牙根旁边黑黑的，这边黑黑的，受益过重。他常常跟我讲说，他喜欢吃硬的东西他爱吃硬的，爱吃硬的这个牙齿就后来不稳，感觉不对劲了，那就看，一到这边裂，这边骨头就发炎，就牙周就发炎，这个也算有看得很 relax 轻松，就什么查尔夫斯基的啦。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牙齿本身的问题，大概蛀牙就到那种程度的话，就这样非常严重了那刚牙本身的这个问题，那接着我们开始看一下牙齿周围的问题，好不好？没问题吗？说得很快还好嘛我都很清楚了这个牙周，这个是，就是我们洗牙会发觉有很多结石的我看到一些结石，有些结石在里面。那有的这黑豆那种东西都可以把它清除掉了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那洗结石洗完以后，这个红红的牙发炎组织就会变好，就不会再流血就不会流血。那这个是牙龈上的结石，牙龈上的结石通常如果没有侵害到牙肉里面的话，它比较不会破坏到里面的骨头那牙龈，那这样洗完牙以后，牙龈就是有的洞会不会恢复呢？会，这种情况会，因为它下面骨头有影响那牙肉还是会恢复的还会恢复的所以这样情况就赶快洗好，洗牙。好了，那你看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刚刚那个严重？没有事实上更糟你看全部结石都在牙龈里面，黑的，你看到黑的，仔细看黑的黑的，这边黑的，我都标出来了这种都在牙肉里面好恐怖越深入越恐怖，因为它直接就侵害到你的下面的骨头破坏到下面的骨头所以这种牙结石洗掉以后呢，找就是一个洞一个洞有看到吗？有看到？这种洗完以后呢，不会再回来，因为它骨头已经侵害到了它骨头已经萎缩掉了所以它不会。那医生说我不要洗我不想动了，对吧？不洗会怎么样糟了，你那个结石在那边都细菌的累积嘛细菌的球嘛，在你的
牙肉里面嘛，一直清它，一直清它，到最后的时候牙齿会怎么摇了？啊，那你那个牙齿整个牙齿要拔了啊，所以你要及早把它清除掉。那清除掉，让它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就健健康康生活嘛。啊，我们不要求完美，我跟你讲过，只要好一点就好了。不要说一种我要求我有什么一点点都要，一点点牙肉都要啊，那不行的。要求好就好，不要一定要求完美啊，健康啊，第一先健康再说嘛那就健健康康啊，那就不会继续严重下去啊，不要继续严重下去就是这样。那当初就是这样子哦，你看好像看起来有没有？那洗完以后呢，因为在这底下结实的卡在那边的，把牙肉挺塞上来，那牙肉为什么还在高的地方？牙肉肿胀肿胀推挤那个牙肉那洗掉以后牙肉都没有压迫了没有肿胀，那就收回好，那所谓的非常严重的牙周病这个里面最恐怖的一张但不好意思了但是还是给你们下一下这个震撼教育那这个是整个牙齿掉下来，这个是结石这个整个牙齿都，我看用手一翻都可以了，你们就可以拔牙了。这个骨头应该在哪里骨头应该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它这个已经跑下来，这整个根已经出来了。那这是另外一张另外一张呢，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是你看这边肿起了一个包但是你会看到牙肉好像没有，看起来是牙齿好像很好的，也没有看到牙肉降下去了什么的，一照哇塞，你看骨头已经降到这边了。我刚才讲骨头降下来就是讲这个意思骨头降下来，骨头应该在这里骨头应该在这里，它降到这边来了所以这边这个牙齿比较严重的牙齿先拔掉先拔掉拔掉都是结石看看结石，牙结石，看到还有一些这个红红什么东西红红东西就是发炎的组织在里面发炎的组织就要清除掉那有人说牙周病吃药会不会好当然不好了，不用讲吃药只是辅助性的，我们做了一些基础的治疗以后，如果你还有牙肉肿胀，那吃点药，但是不能用吃药我们今天牙齿痛，我吃个药就好了，肿肿的那吃个药，那不要这样做，你赶快去看医生把你的结石先清掉，先把根源先清掉，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其他辅助的牙周手术或者怎么样这样子帮助。别了在解决方案里面开的。那改善前牙的功能及美观今天讲了1个钟头了，还没满。你不是说20分开始？对。还没到6分那有没有什么问题？不会睡觉嘛我讲一个算是学生比较少睡觉的我都用一种刺激大家不会睡觉。那前牙美观前牙的功能美观那功能当然就是说，我们没有蛀牙这种功能对不对你没有牙齿，你蛀牙坏掉，你不能咬是没功能，对不对这是当然一定好，那如果小姐来了这样如果这样子是漂亮多了漂亮多了嘛，对不对这是简单的补牙的但是通常其实这样子补是非常高难度的因为它已经蛀到前面去了这薄薄的一层也不能破坏这里然后把蛀牙清干净，然后补起来是非常高难度非常高难度好，
那来有点恐怖片哦，那有点恐怖片一点点嘛哦。那这样子来的时候这样是这样子哦，然后这边这样子，这边就崩掉，这边有蛀牙，然后我们算是最简单的了哦，就一般牙科都会看。有些人为什么蒙起眼睛，是不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小姐。我要吐了。太恐怖了哦。那 OK， 不好意思啊哈，我就说恐怖一点点。那没有，你要看下面的，不要看上面的。然后 OK， 好，要弄得很漂亮了哈。那原来的牙齿位置也把它调整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位置，能看到啊，也看到对称的位置，啊。那原来是塞进去的嘛，哈，这个牙齿原来是爆出来的，啊，应该是这样子，啊，它那个协助就知道了。那我们把它弄成整整齐齐，然后把这个牙齿蛀牙也把它补起来，啊，那牙齿也是干干净净的，啊。哎，我不会只要它这么滑，我会加点白一点，刚刚讲，啊，那就比较好了，对不对？你说它完美嘛，当然不完美了，好就好，也要好。好，那其中一个可以让功能美观都可以解决啊。那牙齿美白，当然李教授都有讲那个牙齿美白嘛那等一下有时候问题有关牙齿美白也可以问。那我们简单讲说，牙齿美白就是很多人都问漂白牙齿会不会伤牙齿啊？会很多问题你们要不要问？有人问吗？好，要。请问冷光美白和居家美白差在哪？啊？冷光美白和居家美白。对，等一下你就看那个图了。那冷光美白跟居家美白只是它不能用太重的药了，应该这样讲冷光美白就是可以用多重一点，因为医疗级的嘛，医疗级都可以用重点药，效果上好很多了不用讲那冷光美白其实上可以再配上你做完冷光美白之后，你再配上居家美白，可以维持的更好一点就是可以搭配的很好那就是冷光美白好，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些操作不能说我说中药就是自己拿一包药回家涂，不是跟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要保护它好好刚刚就回答你这个答案了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才能够做下重手，对不对？那我们用那个特别的这个 accelerator， 我们讲 teeth whitening accelerator 就是加速它的那个药效让它那你我刚刚还没有回答你问题，会不会上牙齿？不会它只是牙齿让它变白变白，就是把里面的那个里面内在的颜色。那如果我们洗牙可不可以变白？可以，我们叫喷砂有的请医生说让你喷砂可以变白，但是它是外在的，比如说喝茶、喝咖啡，今天早上喝的把它洗掉或者是几天那如果它渗透到里面的就没办法了，就用美白，要把它色素把它凑出来。那个瓷牙贴片呢？瓷牙贴片。等一下会介绍。你看，我就多照顾你们不想到这些。等一下那这个美白，那你们会不会有问一个问题可以百合多白有没有人问可以摆3个色阶，不是百合多白几个色阶吗？他不是说可以摆几个色阶吗？对，你有问了我就问我就回答了差不多2个色阶了就是如果你是 A3 的，这个打成 A2，那我们一个例子可以看E4的就这样差不多在这个我做的其实我平常都不拍的啦，因为为了你们这演讲就拍太紧张了这个是这样牙齿美白这样子是这样那可以2个阶啦。那有些效果非常好，如果是吃药造成的，或者说四环素那种，这现在很少了。以前是因为以前那些家长都没有什么教育嘛，他小孩子生病或者是怎么样的，就给他吃四环素，现在就不会了就会造成我们四环素的那个斑了现在不会。
这一般的如果是黄黄的那种呢是最好，这种很均匀的黄黄那种是很好。喝咖啡更容易了这个也很好。这红蜻蜓很漂亮。红蜻蜓好，那刚谁你看这个就是贴片那贴片我通常贴片我会用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用，我不因为贴片有时候会因为它不是整个牙齿包起来的所以它比如有时候会容易脱落了比较没那么稳固了那这种病人因为是他牙齿很薄，非常薄，已经不适合再磨一磨再撞牙套了，因为套牙就是磨，那它的空间它咬得很贴了，我不能再修了，所以我就在外面做个贴片。那贴片它这个它的色泽事实上是没有套牙那么透明通常都没有那么颜色比较死一点点。那但是你们不是真专业不会看那么仔细了你好就好了，对不对？白就好了我们是有点要求，你说哎呀要透明要什么有时候病人我常常讲说，病人说好了，我说我认为还没好我们有些专业的白痴病人好就好了嘛，就是这样做。但是我就觉得我不过关不行你过关可以，我说我不过关那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贴片这个就很可爱，红蜻蜓那我们讲那个整体，我们的咬合重建我们讲那个，当我们要做很多牙齿的时候那这个病人本身就是一个咬合不是很漂亮的牙齿人他来的时候就上面的牙齿是松了，已经整个松掉了，那个要换要牙掉。那当然它下面也是牙齿有点松松的，那怎么样处理呢？那我们希望说，它牙齿可以有些地方可以连接在一起，就可以连接帮助说一只脚2只脚3只脚分开，不如把它绑起来比较稳固。那另一方面就可以顺便把它的咬合的位置把它调整，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那这个不整齐嘛，对不对一高一低一前一后一长什么都有了我们就把它整整齐齐。那这边也是大大小小的，那我们也把它弄得整整齐齐。那这边是有一种红红的，不是它本身的牙肉，是我们加上去，那牙齿觉得好像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所以你弄起来就病人高兴，哇！我原来只是牙齿坏掉，你帮我弄成这样子，我就高兴死。我整天都一这样，好高兴高兴。那当然你也很高兴。牙齿高兴。我觉得最喜欢不是这个鹅啦，我最喜欢这个道理。这个我也要不要盖起来？还没有，因为这个没有手术啦。说起来，我就给你术前说，这中间都是恐怖片恐怖片不给你们看，你们不能伤害你们的那个那么纯洁心，因为你们音乐真的要全部都是很美的样子。OK， 好，那我们看美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情况下拔牙，就牙周病非常严重他的骨头都那个牙齿咬得很厉害，再拔掉就变成这样那我们如果我们直接做牙了，变成这样很难看那很难看。但是我们建议病人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帮助他弄得漂亮这个是中间的这部分before after 中间的部分就是补一点我们的牙肉补牙肉，我们讲补牙肉把它补起来，然后再种上去这样子你看到就是原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弄成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再做这个牙，这个其实它还会再下来一点点，牙肉还会加，因为这样是哦，刚刚做完以后，这样其实牙肉还会再往下一点，哎，因为我这边都补在很厚的那个，好，然后牙肉也下去，那这个漂亮，好，那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哎，但是要有一些手术的一个技巧在里面。那全口服牙病人啊，就是你这个我不希望说大家如有今天了，你们这样每个这样子又半年洗牙又检查，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啊。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先天的问题，那就无可避免。但是后天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就不可能这样子啊，不可能。那这样病人这个有这个条件上问题，就是说他的牙齿拔掉以后呢，连假牙都没办法，头颅假牙都很难。那我们会有说也要做一些，我们能够做的只能做这边，你看原来是牙好的牙肉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假牙一定会掉下来，一定会掉下来那我们做手术呢，会把这个牙肉增高把骨头增高那这样子假牙就好像说多稳一点，稳固一点点不会这样晃好，那这个病人来当然是他一来就是牙齿摇晃晃的，他也没有牙，他就想说我要植牙，我要立刻有牙齿那这个是特殊的我不太喜欢立刻装植牙，我不太喜欢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做立刻植牙等一下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有些医生鼓励大家说，哎呦今天。我帮你拔牙，立刻帮你植牙你就好了手术好，但是我不太建议这样这是我们的经验那这样病人我就是可以植牙，因为他已经牙齿摇得很厉害了，可是他基本牙齿已经不在骨头上面了他骨头里实际上已经合起来了，几乎没有什么骨头的坑洞拔掉牙不是骨头的坑洞是不在，几乎很小。所以我说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觉得，这个条件是 OK 的。那我比较小心那这个植完这立刻当天就会有个牙齿那不会影响到。那最后还是会装一个永久的牙齿。所以说意思说，这是在立即植牙的情况下，这样。那拔牙当天就可以植牙那但是不是说99.9%都不做这样做就是我是非常严格的那个筛选才会做这样就有理解，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只是小两个晃来晃去这样子很自在现在植牙治疗前那这但是不好影响。我们知道这个病人这时候我的档案里面就是他。这都是他的档，那没关系的反正这个是有做植牙应该这个是属于这个 case。那他这个 case 都坏了那这全部做了，这些假牙都是假牙那加上植牙这样那所以他的美观也恢复了，咬合也恢复了那这个 case 是非常难做的 case， 非常难做的，不是说一般人可以做的因为它牵涉到牙肉骨头的问题骨头牙肉问题，所以他来的时候呢，看这边我这有箭头你 focus 在这边，不要看别的漂亮的地方，要看不好的地方这里你看整个牙齿凸出来，牙肉有没有了？那表示什么？那骨头已经在上面，跟刚刚你没差别。你拔掉以后呢，你一拔掉呢，这个骨头就变成这个牙肉会怎么样变成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你怎么做都不好看，这样不管你是做我们的牙桥你这样子一个牙齿这么大，这样子会很难看嘛，对不对？那你植牙更难植，你没有骨头，你能植牙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那
那这个病人要求有的时候受植牙，所以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哈。那我们第一件事情当然是要先把这个条件弄好哈，这个条件弄好，这中间恐怖片给大家看哈，手术恐怖片好，那再来这个是已经不是恐怖片了，已经差不多最后阶段了有牙肉有植牙在里面骨头都长好了，然后这边最后的结果你看，最后结果就是这样，你有看到这边吗？没有了，不见，只是在这边的，牙肉已经在这边，你看到？你们看到这边特别厚就是我补的部分，补的部分但是里面是骨头牙肉最后中间就最后治疗这样就可以从这边恢复到这样的情况。现在非常高难度，差不多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是后来的情况这也是很棒对，这个那应该差不多不错，那时间掌握的还 OK。那我现在讲一个牙科的新时代那我刚才讲这个是一般的，但不止有些已经超过一般牙科的领域了就是软组织处理就是比较层次稍微高一点点，层次比较高的更高的层次的牙科的技术层面加上音乐你们当初音乐系刚毕业的时候，你只是看起来音乐系毕业了但是你知道研究所层次又高一点点了，有没有你没有觉得你层次又不一样给李教授教过层次的都是他的层次。那层次不一样，你就慢慢你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到另外一个层次。那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是最高层次的牙科治疗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达到最高层次。暂时目前来讲的那这个牙科断层影像那个事实上我在这个应该有快20年都开始用它的断层。那这是通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植牙嘛，30年就做牙，我是差不多，几乎是我怎么说？应该是讲我是第一个用它的，因为它那个时候开发我们国内第一套的牙科3D 软体的时候，我就用它，我就给病人给他去拍，然后就用我就买他的3D 软体，然后就用了很多，差不多19、20年。那最近怎么？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植牙才给他看的或者是什么特别的问题才给他看把自己有时候都没有教给他看。那就会最近这2年疫情关系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影像中心那有10几家、20几家诊所给他送病人给他去看。疫情关系有没有病人送给他看？没有，他倒了。那我要疫情过后，差不多过后我就打电话，我要送病人过来，他说我要收了。那你要不要要这个设备当然要钱了价目就不用讲了，太那个高天价了。那我后来评估，我觉得我没有它也不行好了，我就打个折给我了，然后就买下来。那结果原来超乎我的想象的确有了它以后，整个很多东西都开通了就是我以前不知的地方也开通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3D 断层，就是我们常讲精准诊断、精准治疗嘛现在都常讲精准诊断、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个病人之前，你是知道说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说你在做的时候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这2个层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做治疗之前，你就完全掌握到你要处理什么东西嘛。
啊，那以前我们怎么样？没有这个3D 的时候，如果一般的，而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放开以后，哇，看到人这样子，哦，我才知道怎么做啊。这准备工作啊，或者是说，有时候他不该做的东西，比如说，哎，这个地方本来不用切的，被人切掉，变成翻开啊，变成手术做的比较大，那现在可以做微创，这个比较好啊，你就针对某个地方做，那这个是很好重要啊。那我们常举个例子，就是晴空万里啊，那你现在想说，啊，那开飞机的人哦，就想象一个飞机啊，开飞机啊，如果那个人啊，这个飞机啊，只会在晴空上面开飞机，他如果天打雨劈的时候，他就会失事了，怎么办呢？不行嘛，对不对啊？当然说我们要训练一个技术要怎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开飞机啊，我这个有一种危机观念，就是要这样子做，啊，就是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必须要预防胜于治疗，啊，你必须要所有的情况你都知道怎么去掌握，那你晴空万里就根本没问题，你就算是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容易解决啊，所以我们这套设备在疫情期间很多，之前已经用了差不多快半年1年了，那非常好那其他所有设备就是有在添加，然后来配合它好，那加个说明所以精准诊断、精准治疗，我刚刚讲精准诊断、精准治疗，刚刚讲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不是3D 什么，是2D 啦。2D 包括你有时候你去诊所拍一些全口也算2D 了就拍的整个牙齿也算2D，不叫3D 因为只看一个平面没有看到那个切面而且平面是重叠的它是重叠的，就是说什么叫重叠啊？就是说你去看那个瓶子你看那个瓶子你这样看过去所有东西你瓶子里面在这里所有的地方是重叠在一起你不知道那个地方，比如说你有这个点在那个，这个点在这里，这个点在这里，你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只知道看到这个有个点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点是在这个地方还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不知道这是没有切的，没有切。我们的 CT 就是有断层切断层切，等一下要看一下简单来讲那3D 有分2种2种，一种就是传统的话，就是这样子，这不好意思先稍微讲一点理论那这里一般传统就是这样拍，就是一个扇形的这样拍完以后呢，这是一张然后呢，你要整个头颅里拍几张我不知道几张了然后再重叠在一起，再并购起来，再重新合并变成一个回到原来的3D 的模式这是传统的那我们这所谓的空冰 CT 呢，空就是好像我们那个什么吃那个 ice cream 那个冰淇淋的香淇淋的这空这线这样射出来，它是同一时间射出来那这样子不是很好吗？那这样子它转一圈就全部拍完了那就不用这样子拍个几百张，那这个一次都拍完，然后这个也要转一圈那所以它的辐射率就最低了低很多。那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样重叠，一样是效果一样那我们2D 跟3D 的比较3D其实它这个部分我有看过它的说明这个是拆部分口腔的那如果就全口的话是1/2，它是2D 的1/2，但是2D 跟3D 根本不一样对不对？2D 跟3D 不一样对不对？那3D 是横的也看到你这边横的看不到但是它的辐射量比我们3D 还要高这样子这个本来是一个不好意思本来有
我们李教授就是请乡亲的一个权利给他播放他的音乐，但是大家都听了很多了啊，那没关系，心领神会啊。好，这次就是3D 组合回来，就这边的一个投影，啊，这是很 fancy 的，就是很好玩的，但是主要当时不是为了这个，主要是我们要做3D 的断层。哎，怎么会有音乐啊？对啊，就是这个。喇叭。对，就是他这样的。我以为被播出来。听到吗？啊，就是你看，主要是大家看，它每个切面都是一张断层切面，啊，那我们看到每个牙齿清清楚楚，一颗一颗看，啊，看得清清楚楚，啊，好，那你就不用拍，我们一个嘴巴里面如果全部都没有拔牙，有几颗牙齿？32就包括智齿了哈，那28也对了，有些人没有智齿，啊，没有说不对的啊，那就是这样子哈，那如果你这样一张小片拍的话，事实上它的辐射量哈，事实上比那个3D 还高啊，那如果你要全部拍，就是有些医生嘛，一张小片拍，而且他也是拍2D 的啊，都收起来。3000块，我这边是收3000块，比一般，因为我自己本身诊所有嘛，啊，如果你外面拍的4000块，这样子。那通常我都会我不是每个病人都叫他拍，我是看他觉得你需要拍，我就说告诉你需要拍一下，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大部分病人都会接受，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啦，因为拍一下，我说你拍一下全口看一下，然后你就清楚，很有意义的，真的是意犹未尽。好，那我们在聆听了美妙音乐之后，我们就下一场哈。好，那 OK， 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啊，那一般来讲，我们是一般所有的2D 不管怎么拍，你都不会看到牙套里面的东西。这牙套做好了，套起来了，你所有都，因为我刚刚讲了，它是直接照过去的，照过去，但金属照到了，其他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好，那但是如果我们是切的不一样了，啊，切的就看到了，那啊，牙套里面清清楚楚，你看到啊？有没有呢？补牙里面的东西也看得到，补牙里面，那我们可以检查什么？就是说，我看到你这个补充部下面有蛀牙，是不是看得到？你牙套里面好像还有一些蛀牙，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如果你做可能说20-30年，我就建议他你赶快把它拆掉，换一个新的，然后里面把它清干净。那总比说你等到那个蛀牙，就是有些人就是为什么有些牙齿会牙套做完以后过了20几年，牙齿拔掉了，人家说做牙套完牙齿会坏掉会拔牙，就是这种病啊。那所以我们把它处理完以后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们说3点钟以前嘛结束就可以了。没有，我们可以保留时间给提问啊。那 OK， 那所以呢，刚刚那个 case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不好意思这个就是我们拍得到，这边空洞，这边黑黑的空洞，这边空洞黑黑的那也指出来给你看通常不会这样正常不会。那这个地方你就建议他，你赶快把这个蛀牙这个银粉看起来都好好的，看起来好好补的没有周围没有什么蛀牙，但是我要
哎，你看里面都黑黑的，黑黑黑黑的，啊，那全部清掉这样子，啊，最后还是接它把它套起来，啊，这样，啊，所以那这样就又拆了一个炸弹了，又拆了一个炸弹。好，那2D 又有这样的情况，看不到，哎，你看这个，哎，病人来的时候说，我牙齿这边痛啊，那我说，他也看到别的牙科，我说没什么事啊，我也找不到原因啊，我敲起来有些，我通常拍3D前我就拍个2D 啦，哎，如果2D 能够看到就2D 处理嘛，啊，那我说，看起来没有啊，就算这边是蛀牙也是小小的蛀牙，对不对？啊，黑黑的啊。但是没有看起来神经啊这边没有问题啊，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敲他也没有什么感觉，哎，他就是一些喊痛，好吧，我说你拍个3D，或者是起码可以彻底看看吧，没事当然是好了啊，阿弥陀佛，哎，结果啊，他拍，哎，好，你看到看，你看。这个3D 拍出来是这样子，你看这边，这个蛀牙已经蛀到神经，啊，它是怎么看到的？是，它其实它这个蛀牙，它为什么在2D 上面看不到，是3D 上面看到？因为它蛀牙是好像一张纸的这样进去，所以它的齿质是大部分齿质都在，它这是从这边一伸进去，伸进去，当我们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看得到过去，知道神经啊。所以在2D 的时候你看不到，因为它全部被其他的牙齿遮盖了，它根本不知道里面蛀了神经，所以它切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好，看到哇，这边已经蛀到神经，那确定问题了，是不是精准治疗、精准诊断了啊？那我们不能说，哎呀，你这个无缘无故，哎呀，你痛啊，我要抽神经好了，那不知原因嘛，有些那个时候，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只能冒险的说，哎呀，那你就抽神经看看啦，没事吧，抽神经，但是我们现在确定是问题所在，那病人也知道了，那一次，你看我有标示了，看原来你最多只能判断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子，那就看不懂，那所以就这个有没有看到神经啊？神经长得什么样子？哎，我就给大家看这神经，这些神经，就是一条电线。我就喜欢有时候大条神经给病人看，哎，这个时候记神经了，那以前骗小孩子，那这是虫虫啊，虫虫抽出来啊，叫小虫啊，抽神经，这样状那还有很多比如说3D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用另外一个例子这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就，他以前抽过神经了，他是牙齿会是闷闷痛，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然后就拍完以后发现，哎，这个神经管没有抽掉，没有抽完这2个神经管没有抽完然后还是最后还把它抽完，这没有抽完的地方把它抽完，那症状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举个很特别的例子告诉大家，这及早发现，及早治病理学就是其实我开业了那么多年其实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没有这样的情况。再来的时候呢，那个病人他带一个他太太来看，那太太的检查完，该检查的做了，然后就做3D 了因为他太太需要3D 了，这边他这个 case 需要3D，就跟他讲3D，然后拍完以后，他看到哇，好惊讶，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啊？那我也试试看好了。我问你，他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牙齿都好好我也想看看呢，好玩感觉我就去拍，哇，额头上面有一个圈圈，这牙圈圈这算是不正常的使用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圈圈嘛哈啊，通常正常是不会有这样，正常不会这样啊 ，OK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牙齿上面呢有一个齿瘤啊，脱嘛，我们讲这个干净的东西啊，虽然是良性的啊，但是也是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什么啊，这样特别一颗一颗的，OK。牙齿，其实这个牙齿都好好啊，没什么问题，没什么要治疗。这个秀出来，我们这3D 里面就看得到它的上面侧面正面怎么看这是侧面，这是正面。最严重是什么？这边有一个囊肿，这个囊肿已经神经在这边，我们标示神经红色了它这个已经到神经了。这个囊肿已经到神经，这非常严重啊！因为这个囊肿，你看这薄薄的一层，如果破掉，就会破掉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囊肿很大，这牙齿可能会牙弓可能会断了因为这边已经没有骨头，囊肿就把骨头吃掉了那还有就是你要拿这个囊肿的时候，神经就在旁边那很容易，如果不小心的时候，我就赶快跟他讲说，你赶快去那个某个大医院去看一下我不做口腔外科，不做那个口腔外科的手术这个 cancer 那些手术肿瘤者，那介绍给我那个医生看所以这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碰到这个好，那还有就是我们植牙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骨头上面很奇奇怪怪的那个形状，我们也会，如果没有3D 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危险，我们常穿出去所以还是，所以我几乎说，我植牙以来我以前没有3D，我都叫断层我都要走。Niagara Falls。那最后一个topic，刚刚好15分钟讲完，好不好？那这是我比较投入的啦我们的投入的一个topic那简单来讲是就是带这里一个牙桥那你们都一定问那牙桥也可以做植牙也可以，但是你知道哪一个比较正面，哪一个是比较负面那你负面就是说你要磨掉2边的牙齿嘛那你2个牙齿制成3颗牙齿都是负面的所以你这个牙齿2个牙齿久了以后，就是用的时间这个2个牙齿就不会很稳如果你的牙周状况不好一部分但是套牙人说套久了以后有时候可能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有一些牙周问题那你就是植牙不一样你是恢复原来的情况你是 positive 你是 positive 你周围不用管它，你多一个牙齿用了OK 甚至说后面没有牙，当然是不用戴活龙角牙就算有活龙角牙，你可以因为透过你几根这个牙齿就不会掉下来，卡住了那是很好也增加老人家的那个生活品质对不对这个就示意图，那这个2颗就够了，这可以固定你的活龙角牙这可以固定你这个是常做的那我们看看那个10年它的成功率10年如果是你做牙桥或者是植牙，哪一个比较成功如果是以 abdominal loss 来讲，就是以那个头就坏掉了，我们讲坏掉了，它只有坏掉3%，这样是13%，那是植牙比较耐用我们不求完美不能说哎呀那个一辈子的东西没有，我们讲它的耐用度耐用度这10年里面它有13%，那其他当然是存在那不掉的东西通常都是一些做不好的或者是它本身条件不好的都有
我就说一些比较比较那个极端的 case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全部牙齿都坏光了，这都牙掉了，掉了，这些都掉了，你看到都剩下一点点。那来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这个怎么办呢？哇塞，因为他要求，因为他很年轻啊，他才搞不好比我还小那他要有固定那所以上面要重，下面要重。那重点不是重量，重点是我们种得好的话，你看每一个牙齿都很正，不会歪歪扭扭的，这个是要记住。我上面其实这个技术要非常好那就是有些人说，哎呀，我种完歪了以后再把它弄正有种用，我从来没有用过，因为这个我都种得很正。这个小鸟可以了，这是会议室那我们讲，有硬组织，我们讲硬的、软的组织硬的组织真简单，就是讲骨头了软组织就是脸颊肉了，就这样子那硬组织就是支撑我们的肌根那前面牙那有些不会看到嘴唇，的，我们就用这两个这不用补牙肉麻烦那这样子就很漂亮这就可以达到这个这个有恐怖片。那其实这个过程恐怖片没有给你们看的，我给你那个最不恐怖的地方就是我们要讲硬组织，我们讲取骨嘛，总是要送一张最不血淋淋的给你看那赶快过去这个也是在后面取一些骨头了赶快看过去没了，不要污染你们的心灵那我们都每天看，你们是看的真的很恶心大家吃不了饭，会怪有些人开始吃素了，变成刚刚讲硬骨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取一些骨头啦，甚至说有就人工骨头那种东西啦，要混在一起都要处理。刚刚讲的一些骨头就是要用这样，大概这种技术。那有一个部分那我们要讲那些极端的 case 极端的定义就是说，那我们上面没有骨头怎么办呢？没有骨头怎么办呢？这边骨头是好的这不够完全没有那我们你像这个病人你看他来的时候，上面骨头完全没有，剩下前面有，这边没有看到白色的白色当骨头了黑色叫空气了，所以它没有。那这个是我在国外期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这个部分，在手术上面很多方法，但是因为我们做了很久以前，我们就做这种，跟人家做那种手术这方法是以前报告出来的方法但后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有些东西应该要改但是苦无工具，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那我最后还是没办法，我自己开发一个东西来达到我要求的一个工具。以前我就是用其他工具来拼凑出来的，像拼。那后来干脆我自己弄一套出来，就是弄的是套工具，就是弄的大家做额灯刀。那现在有些医生也在用，这个是微创的方式。那我们简单来讲你看这边的骨头不够了。我们比如说红色是我们要种的植根的长度那这边没骨头空气它是假的吗？种植根不能种假的，种到骨头里面所以一定要生出骨头出来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工具来补骨头那补骨头通常都补到那个植根的根尖的部分最后那些东西都会不见了那没有关系，事实上是这样，就是
OK 的程度。啊，所以刚刚的 case 变成这样子，治疗起来是这样。啊，有，啊，全部没有骨头，大家种了，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这根。啊，从最没有骨头的地方种到世界上最长最粗的这根。啊，应该这样讲啊。那这是很稳。啊，所以现在这个病人好好，已经20几年，快十几20几。那最近因为他有要看，他也在看这2颗的问题，这2颗都是植牙，那个坏掉，然后那才会拍啊，要不然就他也是真的有点不应该，他应该每年过来检查一下，啊，那还好没事，那就那就是创造。哎，这个角度很难拍哎，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怎么飞在空中上面拍啊？教授，怎么飞啊？长筒啊？望远镜头。啊，对，在我的窗户拍出去。啊，拍出去。在红树林那边，啊，刚好2分飞烟了哈。啊 ，OK， 漂亮，很漂亮哈。那，软组织处理哈，我们不讲软组织那么专业，就是牙肉就好了哈。啊，因为牙肉呢就是我们的，就好像我们皮肤啊，你简单讲皮肤啊，皮肤是我们第一道防线，大家知道了啊。你只要烧伤就什么7成8成你就死掉了那口腔里面一样，牙肉也是很重要牙肉只要受损受破坏，它下面就坏了就坏了所以牙肉很重要。所以我常跟学生讲说，你那植牙好像是看到牙齿植进去，你不管周围的牙肉不行牙肉是很重要的，牙肉就是你周边的牙肉你看你不用我讲了，你看哪个牙肉你觉得比较喜欢的？那下面嘛干干净净的嘛，上面那好像有肿瘤胀那不是肿胀，不是正常的牙肉，是这边的牙肉跑到上面来了，这边的牙肉跑到上面来，就是常见的，因为骨头拔掉以后，那骨头就会很松嘛，然后就牙肉也会跑上来。你看这个，所以以前的观念都是说，哎呀，不用理它了，反正植牙跟真牙不一样嘛，就是撞上去，牙齿有植牙的还是有缺，那等到牙肉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处理，那通常就不好处理所以我们通常是先处理健康易回复的，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很好刷牙，你这样刷的话会很痛没办法，病人就没办法去 care。没有恐怖片不要看，这是牙肉骨牙肉骨牙肉。那这个是没办法不给你看，因为这个是拔牙拔掉以后，拔牙以后的有空，为什么空呢？因为它穿透了因为它太久拔牙了，那个已经穿透到额窦去了它的额窦已经穿通了所以我们还要帮他做手术，把那个关起来，那也要比例的，这是跟取牙肉看这赏心悦目的好了，看恐怖片有什么意思这样子，哇，你看那个人，这不怕死还要拿一个自拍杆，那有关软组织部分我也是有研究过那个有做了一些比现在目前更简单的处理牙肉的方法，然后也发表这个文章那我们从这边看，不要看中间了中间你可能没有兴趣，看这边跟这边，你会看到很大的分别你们看到很大的分别你这边这条很窄的然后变成这样子呢，直根接触这就是我的方法可以处理得很好好，那结语刚刚好那结语之前呢，喝口水。还好吗？听完这边有没有跟以前
知道的不一样，应该领域方面啊，可能会更了解。啊，你可以当小老师。那以前我们什么民众健康教育常常就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图没错了啊，没错了啊，蛀牙怎么造成的？就是你的牙齿嘛，蛀牙，你的细菌嘛啊，口腔里面很多细菌啊，然后还有一点时间你食物是什么食物就容易蛀牙？甜的、黏的，黏的、甜的那时间呢？多久时间会造成你容易开始容易造成你的蛀牙？这个食物停留在口腔里面多久？30分钟，30分钟，30分钟之内，就会那个酸碱值就降低了，急速下降。那个时候就容易开始蛀牙，对不对？破坏你的周边组织 ，sorry 没有。那所以为什么我说饭后刷牙了饭后刷牙就是很重要。那带个牙刷去啊。我刚刚有参观你们的钢琴室有那个慧玲艺术小姐带我去你们不要关在里面不刷牙。我刚刚因为我听到教授说你们房子里面很多零食，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放这样的没放。就是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一边刚刚一边吃零食是谈糖果，不会。不行，真的，你们已经成仙了，厉害那个真的厉害那这就非常好的一个健康习惯，不要真的含着糖果弹钢琴那因为这个时间或者是喝珍珠奶茶放珍珠奶茶也不行。我看到请勿带外食在里面，我看到但是可以出去外面门口喝一口再进去谈，也不行。那外面要刷完牙进去那真的，我会这样看成你如果你吃完一口，你赶快去洗手间刷个牙继续谈，你谈就更好。对，因为你时间过了以后就开始蛀了如果你每天每月这样做的话，一定蛀，不用讲，一定蛀但是不是1天2天然后造成蛀牙那大家会不会有问题？细菌，你们看到细菌，漱口水好不好？漱口水杀菌解决了，什么都不用理。我可以吃饭，我什么东西什么时间管它了，没有细菌就好了。漱口水可以吗？可以。不行，因为细菌在嘴巴里面是天生的，就是一直都在嘴巴里面，它永远都会生出来的在你嘴巴里面是 normal， 我们讲 normal flora 就是正常的就好像你们的肠道菌一样，正常的，只是你多少而已那你的细菌什么情况下就会多？那你知道什么情况下就会多了？不刷牙什么情况下就多了这时候你刷牙也是正常的在所以你漱口水搞不好维持个1分钟2分钟，杀掉那边，那第2批又上了，第3批也上了，真的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当我们有时候手术过后，我们可以希望它菌数少一点，那我们会给它漱口水那平常我也会，如果有些牙周不好的，我也会建议他在最重要去刷牙没有食物比较重要没有食物，不要提供食物不然饿死对不对没有菌就不会没有食物，它残留就不会有所谓的酸好，那大家这样看2个比较，这个是不是很漂亮这个是很不好对不对？没有错亮。但是你说这个人没看牙吗？还是这个人没看牙呢？你说呢？不是反而是这个没看牙，这个有看牙，对不对你不要说，这个人一定看很多牙齿，没有错，看很多牙科没错，但是这个人才是真正看很多牙科，他是每8年就检查，这个人不是这个不知道几年都出现的人那整个这个了解了解，你看刚才看那个病人
来看啊，他后来整理完以后，每半年定时就过来洗。我就说，哎，很好，没事，回去，没事，回去。啊，就这样子啊，非常好啊，非常合作啊。所以我刚刚最后我就给大家改变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我说，不是只有自己啊。现在那是我们没办法去 control， 没办法去控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牙齿天生嘛，爸爸妈妈给你的 DNA 好啊，那 DNA 不能说不好，就是说，他本来先天给你东西，你再叫他后天怎么去维护嘛，我刚刚讲到你，饭后刷牙啊，口腔卫生习惯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定期照顾，才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刚刚讲说，你的定时夹在里面，你有不少的你放了几个在里面，这口袋里面，只是还没爆炸，不要等到爆炸的时候才讲。你应该说怎么样？我有事没事去洗个牙，下一下，但是也要给比较你认为信任的医生啊，不要说随便看没有。我有时候也看到，医生有看过吗？他说看过啊，他洗过牙，洗过啊。但是比较信任的那看过以后觉得都 OK 了。然后你再定期照顾，定期照顾，然后就没事啦，这个时间成本，你就省掉很多了省掉很多，可以好好你做工作的效率更好，你会省掉很多金钱，可以去旅游啊，什么玩什么东西，第二兴趣都很好，对不对这是非常 perfect， 刚刚好，那还有15分钟嘛应该刚好。如果大家有什么讲的有些不够好、不够细的地方，或者想要问，心目中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问？好，这个是富贵塔，富贵灯塔。它有一个时机是这样子的，太阳在这边，下山的那个，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嘛。谢谢大家，那来就有没有听到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东西要先问的？我们看牙是要挂健保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有讲说美白有分喷砂的，然后跟带芯片的那种，那它的价格哪一种会比较便宜？专门是喷砂。喷砂其实要几百块就有，但是医院里面2、3千块，但是我通常洗，我价格我是随便讲就是1000块内啦，就是通常我们就顺便帮他弄，就是如果你在医院可能2000块、3000块不一定，但是我诊所大概这个大概收一点材料费，我就大概分一分，大概那样，我都不喜欢上上去就出门，反正帮你弄漂亮嘛，所以我就如果是说冷光美白的话，就大概1万出头，1万多出头，15000，然后大概这个这边更贵了，这边可能也是1万1、2万块，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喷砂也很好，有时候喷完就不用表白，有时候就是说喝太多黑色素、黑的东西，咖啡啊什么，喷一喷就觉得 OK 了，很好了，所以差一个阶了，都是差一个阶。还有没有？来，先谢谢，来你先好了。对啊，我有时自己看自己牙齿用，那我就拍自己3D然后对啊，其中有个照片是我的，但是不告诉你哪一张。最恐怖的那一张。看不出来。其实我都不看，就是通常我都给我信任的同行了，我信任的同行，对。那我也试过，有一次我随便找我附近一个我认为认识的医生给我洗到我很痛苦。那后来我回去我检讨我自己怎么洗牙，变得比较痛。这
但是有时候事实上是，技巧方面有时候每个医生的技巧不太一样，对，有些人用的蛮不舒服，那反正我都找信任的医生帮我处理，但是处理完也不见得一定会好，但是我就反正信任他嘛，反正处理完那什么问题我都相信他，他帮我处理就好。那他的医生也会找我处理，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互相嘛，对啊，对啊，好朋友，哎，请，我吗？来呀。就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可以贴片自己弄的，还有那种膏可以自己抹在牙齿上面，推荐吗？因为好多网美都会推荐，然后我就跟着买了，我怕会不会贴久有问题。哦。就是它是吃完饭之后你就可以用。其实你就可以实验一下。因为第一要件都是，你就说它本身它不会伤到你的牙齿，你可以。如果怕就是怕。就是如果要正的，那是最好的啊。那你就可以试验嘛。有坏有好没坏嘛，对不对？不过好一点点也好啊，好一点点也好啊，对不对啊？有没有？如果白一点点也好啊，要不花很多钱的话，你可以试验一下。然后，对啊，如果试验好了，你可以告诉大家，又拍一个 YouTube 告诉人家，哇，你看。这个是好，这可以试验的，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坊间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是用，我们牙医上面有报告的，就是有事实证明的。那外面有些搞不好有些不一定不好的，不一定，试试看，他不要伤他自己就可以了，不要伤他自己就可以，我觉得是可以，没有，那边没有，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有一个说法是说是背式刷牙嘛，可是它是横的刷，这是属于哪？我觉得对，我刚讲 Brass method，Brass method 其实以前我们学生的时候就推荐 Brass method， 那 Brass method 不是叫你横的刷，它是牙刷是横的，但是是由上往下这样一点点刷，这不是说叫你横的这样磨了，是叫你牙刷摆横的，然后叫你这样。顺着牙龈这样一个一个这样过去，但是有些搞不清楚，就是一些磨。其实有些观念是错误的，不是叫你这样刷，不是叫你，是把牙刷摆横的，摆横不是叫你横的刷，这个观念。牙刷本来就是摆横的，那有些人你会说这，因为看起来像横的刷嘛，这样，就算是这样刷的，不是这样锯的，因为Brass method是牙周病医生推荐的一个方式，对，它最主要是针对牙周，治疗，不是预防的，我花了很多奇怪的钱，就是有那种美白牙齿的牙膏，那有用吗？因为那样很贵。我刚才讲的，它的成分没有那么重。如果你长期用可能会，长期来讲可能可以保养，让你比较没那么黄。我是觉得是这样子，那你最重要，你吃完色素的东西，你赶快刷，不要等久了以后，可能这个东西就效果就不差。不要喝完什么奶茶现在什么奶茶一堆嘛，那你就回去赶快刷。因为久了以后渗透到你那个牙齿里面去，你怎么刷都没用的，刷怎么搞都没有太大效果，真的。对。一个是就是有时候如果觉得医生洗牙没有洗干净，可是好像表弟是半年洗一次牙，那这样我们可以回去要求医生，我才会洗一次，还是我们可以自费去找其他医生洗？可是我觉得每个医生洗牙的技术差很多。你也知道啊。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我儿子那天嘛，我帮他叫他洗牙，我说，你第一件事情就让他病人很舒服，不感觉你在洗牙，但是呢，很重要的事情你是必须要洗得到，不要有些人说，哎呀，我洗完了，要洗完牙，但是
他很舒服啊，当然舒服啊，他什么都没洗的，然后一针把水喷一喷，但是你要洗得到里面很深层的加减，但是让它不要感觉你真的很粗暴的感觉。其实，你会感觉有一个医生手比较重，有一个医生手比较轻，对不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嘛。你就是你找一个轻的医生，但是他可以帮你洗得干净的医生就对了。对，对，那不妨叫他洗完然后帮你拍几张，你就知道干净不干净，对不对？哎，这样是可以一个方法。对。我觉得牙粉跟牙膏的差别，你会比较推荐用什么？因为牙膏啊。牙粉跟牙膏。牙粉啊。牙粉啊，我没听过牙粉啊。有牙粉是，如果是我没有听过牙粉，如果是颗粒比较大的话，小心，怕它会伤到牙齿。因为我是担心说哦，啊对对对，你们大家都很喜欢美白感觉哦，你那个牙粉又漂白又美白又，哎，你要注意哦，有些人有没有看到是牙齿那个损耗有没有？刚刚就是珐琅质被磨耗掉，珐琅质被磨耗掉，一定要注意，不要只要求白啊。我刚刚讲不要伤牙齿，就是因为如果是你刚刚讲那个只是一些比如说类似 H2O2 那种上网水类的白，那如果伤到牙齿、伤到珐琅质，或者是比如说磨到牙齿，或者说为什么我用喷砂不用那种磨？你如果医生有用过磨的，你就要不要磨，因为磨啊就是 mechanical 的机械的力量，会把你的长期来讲把珐琅质磨薄啊。喷砂就不一样，只是一水很细的粉喷过去而已，啊，就比较不会伤牙。但是如果是脱钙，它不是也是会就比较白。你不如说每半年给它喷砂一次就好了，不要磨粉，因为磨粉。你是为了白一点点，所以用牙粉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不用牙膏用牙粉？之前有医生曾经有推荐过，就是他说不能用太久，因为那个会很干，就是它会比较干。你是不是说我要白一点点，是不是？没有。没有。对。哦。日洗牙膏意思。那用牙膏就好了，牙膏是，因为其实牙膏是没有，我不用牙膏都可以啊，因为牙膏是润滑作用，你不知道什么佛啊，什么东西啊，有作用的，一点点佛是有作用的哈。那加上饮水加佛一样，也有作用的。那可以预防一下做，那就是这样可以，就是润滑嘛。所以牙膏应该比牙粉好，润滑嘛，对不对？你好像面香涂脸的对不对？滑滑溜溜的就你说那个粉你要加水，不加水直接涂啊。可能是牙刷先沾点水，然后把水。我觉得粉末你看得到的话就是颗粒比较大。如果你看得到的颗粒的话，最好不要用。如果看得到粉到好像粉末好像那种的话，还好你看到颗粒我觉得颗粒很重要。你要弄到牙齿，你刚开始短时间不知道，如果你用久了以后，你整个珐琅质不见了，你就那个牙齿越刷越黄，就是珐琅质越来越白。好。有用特定的牙膏，每一次用它，就会刷一阵子之后就会嘴巴因为牙齿很酸，可是如果马上换其他牙膏就不会有那个问题。可是定期检查牙齿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那请问是那个就是牙膏不适合自己，还是其实是有什么原因？你第一种牙膏是 OK 的，对，第二个就不 OK 的，但是它没有两种都没有说成分不一样。就是用不同的牌子你说第一个不会酸，第二个会酸，第二个加了什么东西呢？还是第一个有加了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后来有继续用第一个吗？就是每次用到那个牌子的，就是会酸还是说那个牌子没有另外的牌子成分有可能吗？所以是那个我是觉得可能是那个牌子。你不刷那个牌子是可能是加了什么成分让你本身牙齿可能是有敏感的问题，所以它可能那个刚好那个牙膏有抗敏感，所以你用第二个牙膏你就觉得
好像会酸，不是因为那个牙膏会酸，因为那个牙膏没有那个成分，有可能比较有可能，不会说你那个牙膏造成你酸，不会啦，应该是那个成分的问题，里面成分基础牙膏，可能你看看里面的成分是不是有些抗敏感，有时候你不知道买了一条抗敏感牙膏，也不知道，随便买一条牙膏去，有没有？有。就是有几个肩膀上乐器的同学，有说就是练完琴之后腰会有点痛。那这个是什么？应该是肌肉关节问题。肌肉关节问题，因为你好像你用那个手背先拉上来，那你这样肌肉这样肌肉在，因为我们是怎么说呢？你常训练应该不会这有足够的背力嘛？你们有没有练功啊？就是像李教授这样打网球啊，不说真的，就是说真的，我觉得你们拉小提琴都应该练一下那个重，因为你们长期这样用这个背力必须有足够的肌肉力量但我们来讲，如果给我们这跟你更糟糕了，就是说你可以拉2个钟头，我可以拉1分钟就是放1分钟我们就酸了，你们可能搞不好可以放1个钟头，这样你们已经有足够训练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专业来讲，应该是超过这个训练才能够达到更好。就好像说，人家网球员不是在打球的时候就训练的，他平常就是重量训练啊，快速走移动啊，这平常是基础训练。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可能你的基础训练。如果能够在这方面，你可以考虑一下品物理。我们不是复健科，你可以问复健科哪一方面可以加强你们这边的肌肉力量。嘴巴方面应该可能比较不可能可能你太紧张了，可能肌肉关节有可能，因为你们太投入了，可能是太投入了，你的肌肉关节会咬牙。你们有没有咬牙的习惯？有可能，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比较一般。如果我们做水位可能你们会比一般。虽然你说学音乐都是很力量，但是我觉得，因为你们在很投入的人就好像说，我们唱很多音乐家都很激动啊，对不对？咬牙切齿，咬牙就是我们的病，我们的牙科里面那种病咬牙，因为咬牙是什么？你的肌肉绷紧。那我想问大家问题当牙齿关起来的时候，肌肉是，我们牙齿关起来的时候，肌肉是放松还是绷紧？绷紧。绷紧。绷紧。那会怎么样呢？肌肉放松呢？嘴巴张开。嘴巴张开一点点就够了。所以肌肉绷紧。我们常去牙科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咬合板。咬合板就是让你2个牙齿不要咬在一起。那你不做咬合板可以怎么做你自己提醒自己，牙齿不要咬一起，放开你放松。你试试看。不要这样。这样完了，你这样长久下来这个会有肌肉关节问题，会造成你这边的会酸痛。但你下肢这边的话都是复健科，这边就是我们的牙科的，肌肉关节科的问题。肌肉关节科如果你严重的话要看肌肉关节科。如果还没到研究的话，告诉你大家的方法，不要咬，不要咬，放开一点。对，就这一点，就喜欢这样。很有缘，我想问，刚刚有提到说3餐饭后都要刷牙，那如果这样算一下，就变成早上起来刷1次，3餐饭后刷1次，睡前刷1次，这样5次的刷频率来说，会不会对就是牙齿太刺激，或者是刷会不会造成牙齿伤害？对。那我也一天刷6次你算看我们先从起来好了，起来刷1次，早餐刷1次，午饭刷1次，晚饭刷1次，
晚饭刷，如果这个零食刷一次，睡前刷一次。啊，那刷牙会不会造成牙齿？那你的牙刷要选择比较干净的，老毛就可以。啊，不用刷很久啊，就是你还是要刷啦，就是把大的食物刷干净啊，那不要长的啊。对啊，还是那如果你我们很多东西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啊。那相对的意思说，你不刷牙好还是刷牙好？啊，你饭后不刷牙还是我为了就是说怕什么不刷牙，那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好，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这样磨到牙齿你不要刷牙啊，这样子就不是错误的啊，对不对？那你用软毛牙刷就不会啊，你不要用电动牙刷这样一直压，牙齿也不会伤到啊。你这珐琅质很坚硬的，珐琅质是非常坚硬的。为什么我们牙科用什么来磨牙吗？Diamond， 用钻石，钻石才能磨得动啊。牙齿是很硬的，砍到什么骨头就可以。但是当你磨长期这样不好，这样。清楚，还有没有？好，你们很好奇。就是那个有些人说睡前在漱口水比较漱口水啊？是刷完然后再用漱口水。漱口水对牙周相对来讲是好的。牙周，因为漱口水，甚至我给大家建议啊，你可以买一个冲牙机啊。冲牙机，你听过吗？就是 water pick， 你在网络上面可以买到，有些系带型的，有些是整套一个3、4、5支的，一个家人都可以用，或者是自己带一个系带型手机也可以用，就是水冲出来，就跟我们牙科喷水一样，那个喷冲，你冲需不要漱口水就不重要了，如果你刷漱口水，刚刚讲，就是刚刚你关的那个杀菌一下。冲牙机跟漱口水不一样，冲牙机是把你的食物冲掉。因为他是说什么含着，然后什么30秒，然后吐掉都是不要再漱口，然后睡。对啊，那种是有病人，有牙周问题，有细菌如果你好好的一个人，你没有什么好杀的。你要杀掉你正常的细菌而已啊。那我刚刚讲正常的细菌也是会回来，那除非说你真的有牙周病，你比一般的人的病菌多，那我们就建议你当然会把病菌量减少，帮你回到一个正常的地方，那你的牙周会比较容易恢复。因为你正常的牙齿，你牙周也没问题，你如果漱口水那种，你只是杀它一下，看它活得太久了是吧？你杀它一下，那第二批也上啊。但是它这种菌不会伤害你任何的牙齿，正常的菌你不会伤害你牙齿，除非你牙周有问题了解吗？除非你牙周有问题，这种菌你就是不刷牙造成里面结石，菌才会一直过来。这因果要知道说，最重要是食物跑到你的周围粘在上面，就好像说你把那个粘胶放在你这边，这样子。所以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把那个粘的东西把它拿掉，粘的刷掉，最好最有效的刷了再来就是把那个冲不能代替刷牙，但是起码把那个大的屎先冲掉。漱口水不是给那个正常人用的，给有病的，让我们让它菌量减少，或者是直接冲到他伤口里面这样的，或者是手术后这样，对，观念清楚大家有没有不一样啊？有，那要感谢我们首长。看诊的话要花多少钱？他现在不用花这笔钱。那原本的医师他是跟我说，他要把他的
捐出来，好，但是可以吗？我不可能让他捐出来，因为这是不合常理哈。但是呢，他有说啊，那你就给我一个感谢状，哈，那就好。我们演讲费还是要照给，感谢状还是要做。还是我自己花钱裱起来这样。等一下啊，来，你在我们所有的，来，到这来，你看一下，我们做一个，不要在那看了，来一起，往底下，好，大家拍照吗？好，下面。来可以了，1、2，好，再来一张，1、2，好，大家要手举起来。